他叫吴谢宇，他曾经是众星捧月的北大学霸，后来呢沦落成为夜场的陪酒男模。他亲手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并且将母亲包成了一个木乃伊，整整包了75层啊！他骗走了亲戚144万元，逃亡3年，花费60万来买彩票，和小姐谈恋爱，并且向其求婚。他做的这些荒唐事和他的北大学霸的身份形成了极致的矛盾。从人人羡慕的北大学霸到违背人伦的弑母者，吴谢宇到底经历了什么？这场震惊全国的人伦惨案到底是怎样发生的呢？大家好，我是海岩，今天我们来讲当时震惊全国的北大学霸弑母案。吴谢宇的父亲叫吴志坚，是一家国企的工程师，母亲叫谢天琴，是一名中学的历史老师。1994年，儿子吴谢宇出生了，一家3口呢住在学校分配的教职工宿舍5座102室。母亲谢天琴的一生本身呢就是一部知识改变命运的奋斗史啊。她出身极其的贫寒，她的父母都是盲人。她作为长女，从小就承担了照顾弟弟和妹妹的责任，但是呢，她硬是凭借着勤学苦读，成为了80年代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后来呢，成为了福州教育学院第2附属中学的历史老师。这种从底层挣扎上来的经历呢，塑造了他极其要强和自尊。他甚至有一些清高孤僻的性格。他把所有的希望全部都倾注在了唯一的儿子吴谢宇的身上。吴谢宇的童年是在母亲严格到近乎苛刻的规划当中度过的。在邻居和同学的记忆当中，他永远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乖巧懂事，成绩永远是第1名。家里的奖状多到可以能够糊墙的程度。母亲谢天琴对他的控制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啊，他擅长从心理上给儿子施压。最常见的呢，就是对孩子说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当年为了读书吃了那么多苦，你现在不愁吃穿，还不好好读书，对得起谁呀？别的孩子经常做的一些事情，比如看动画片打游戏吃零食，在吴谢宇这里都是大逆不道。甚至到了春节，院子里的孩子都在放鞭炮的时候，他也必须待在屋里读书。他没有朋友，因为母亲会审查他的每一个同学的成绩，认为成绩不好的孩子不配和我的儿子玩。吴谢宇的世界只剩下了好好学习，让母亲开心这一件事儿。他曾经给亲戚写过信信里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从小那么拼命的读书，就是为了拿第1名，让妈妈开心骄傲。我活着就是为了妈妈而活。父亲吴志坚，他的性格比较温和，他是母子紧张关系当中的缓冲带。他会偷偷的带着儿子去吃麦当劳、打篮球，这些呢都成为了吴谢宇灰色童年里仅有的光亮。然而在2010年，这点光亮也熄灭了。父亲吴志坚因为肝癌去世，这对吴谢宇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他在这个庭审时回忆父亲的时候，数次泣不成声。我妈以前有为我骄傲过，我中考第2名，我考福州市第2名的时候，他带我去，他带我去英语培训班教学，然后他跟那位老师说，他说我儿子考了福州市第2名，这是我最开心的时候了。然后半年之后他就死了。然后他死之前，我期中考才考了第2名，他死之后，我期末考考了第1名，没有了，我这可都是第1名，没有。父亲去世之后，家里的电话响个不停都是前来慰问的亲戚、亲朋好友、同事。但是呢，谢天琴一律不接。他对儿子说：那些人嘴上说着安慰，心里都是在看我们孤儿寡母的笑话。人活一口气，千万不能让别人看扁了。他拒绝了学校的所有抚恤金和捐款对外筑起了一道更高的心墙。他变得更加的沉默寡言，一年四季都穿着包裹严实的深色的衣服，生活如同中世纪的修女一样。没有了父亲作为缓冲，吴谢宇彻底暴露在母亲巨大的情感压力和控制之下。他不仅要继续当第1名，还必须要做到最好。
他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好的话，母亲就会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在这种高压之下，他开始出现失眠、腹痛、皮肤出疹越是这样呢，他就越胡思乱想。他上网开始搜索肝癌是否会遗传，害怕自己会像父亲和爷爷一样早逝。小年纪就开始考虑生死这种事情心理上已经出现问题了。但是他的母亲却只关心儿子的学习成绩。2012年，吴谢宇凭借着优异的竞赛成绩和高考分数，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录取。在所有人看来，这是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呀。但是吴谢宇自己却感到挫败，因为他的高考分数其实是低于北大的录取线的，是靠加分才挤进去的。这场准备了12年的考试，成为了他人生当中第一次失败。而母亲谢天琴也丝毫没有喜悦感，他甚至觉得儿子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一样。面对着来恭贺的同事，他匆匆躲回了家中。进入了北大之后呢，吴谢宇依然没有逃离母亲的控制，他每天必须和母亲通电话，事无巨细的汇报甚至于每天吃什么、穿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得向母亲汇报，被室友戏称为比女朋友查岗还要严厉。他保持着苦行僧般的作息，成绩依然是优秀的 ，GRE 考出了全球前5%的惊人高分，因此呢还获得了6000元的奖励。按照这个轨迹呢，他的前途依然是光明的。转折发生在大3的时候，同学们呢都纷纷的申请出国交流，成绩最好的吴谢宇却按兵不动。表面上的理由是母亲身体不好需要照顾，真实原因是缺钱。出国1个学期至少需要20-30万，这对于月薪只有4000块的谢天琴来说是天文数字。吴谢宇他知道让清高要强的母亲开口去借钱，那是绝无可能的。读再多书有什么用呢？没钱都是白搭。吴谢宇的人生观开始崩塌了。他第一次遇到了无法用考分来解决的问题，他将怨气归结于母亲。如果不是他那么清高，拒绝了那些捐款，还把抚恤金给了奶奶，我现在应该是坐在哈佛的教室里了。他不再学习，开始频繁的旷课，躲在宿舍的帘子后面。2015年的6月底，他以父亲来北京工作需要和他一起同住的这个荒唐的理由离开了宿舍。为什么说荒唐呢？因为那时候他的父亲早已经去世了然后呢，他向同学借了1000块钱，踏上了回福州的火车。2015年的7月10日，放暑假的第一天下午5点多，谢天琴从学校回来，他满心欢喜的回家，心里想着儿子突然回来了，我得给孩子做顿好吃的。就在他回到家里弯腰换鞋的瞬间，一根沉重的哑铃杆从他的背后狠狠砸向他的后脑，1下、2下、7下、8下。行凶者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儿子吴谢宇。他不敢看母亲的脸，用锅盖盖住了母亲的脸。根据他的供述呢，他原本的计划是帮母亲解脱，然后呢再自我了结。他说母亲在父亲死之后呢，多次的流露出厌世的情绪。母亲喜欢张国荣和林黛玉，他觉得母亲想像林黛玉一样想离开这个世界。我妈妈喜欢张国荣，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喜欢张国荣。张国荣03年4月1号从豪华东方酒店跳下来，我妈有和我说过1-2次这个事情，但是每一个哥哥的粉丝都会讲这个事，但是我从中解读出，我妈也许想像哥哥一样。我妈喜欢看《红楼梦》，很多人都爱看《红楼梦》，我也爱看，我看了好多遍。我居然以为我妈妈想像黛玉一样，黛玉最后觉得宝玉不要她了，她就水米不进，只求速死。但是呢，法医报告冰冷地反驳了他的这种说法。谢天琴的面部遭到了多次的重击，伤口集中在后脑，这显然呢是从背后突然袭击。如果母亲真的是欣然赴死的话，又何必要从后面来偷袭呢？弑母之后呢，吴谢宇并没有按计划去自我了结，他拿了母亲的银行卡，虽然母亲并没有给他说过银行密码但是呢，他不用猜也都知道密码肯定是自己的生日。他取出了母亲银行卡的1万多存款，入住了福州高级酒店，并且找了服务小姐。性在母亲眼里呢是肮脏的，同样呢，他将这一点灌输给了自己的儿子。青春期的吴谢宇曾经用双手来自我发泄过，这让他自己感到非常的羞耻。
所以呢，他在网上参加了戒色贴吧，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欲望。而现在母亲已经不在了，所以呢，他想在自我了结之前必须体验一下。而这一次体验之后呢，他突然又不想死了，他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美好的事情的。随后几天呢，他流连于夜店酒吧，挥金如土，直到钱花光了，才想起家中还有母亲的遗体还没有处理。此时呢，正值7月的酷暑啊，尸体已经开始腐败了。他试图分尸，但是呢，被血腥和恶臭味熏得呕吐，放弃了。于是呢，这位北大的高材生把他的智慧用在了这里。他模仿古埃及人，网购了大量的塑料薄膜和活性炭，将母亲的遗体层层的包裹，足足包裹了75层啊，把母亲做成了一具现代木乃伊，藏在床的底下，又在床上面用塑料薄膜裹着一个人体模特，伪装成有人在睡觉的假象。处理完遗体之后呢，他开始让自己的母亲合理的消失。他复印了母亲的日记，把那里边的字一个一个的剪下来，伪造了一封辞职信，寄给了学校，说要陪儿子到美国留学。他又以儿子被 MRT 录取了，急需用钱为由，用母亲的手机向所有的亲朋好友发信息借钱。他甚至呢回到学校索要当年母亲曾经拒绝的那个捐款。凭借着北大才子留学 MRT 的光环，亲朋好友们深信不疑最疼爱他的舅舅慷慨拿出了56万元的拆迁款。前前后后呢，他总共骗得了144万元。在骗外婆和奶奶的时候，连老人家的养老钱都没有放过呀。做完这一切之后呢，他在藏尸的房间安装了2个摄像头，进行远程的监控。他每天都会用手机查看房间，希望母亲永远不会被人发现。但是呢，谎言终究是谎言。2016年2月5日，承受不住内心煎熬的吴谢宇主动给舅舅发了条短信。他说：“我和妈妈明天回国过年，来莆田火车站接我们。”舅舅呢，在火车站苦等了好长时间，没有看到人，电话也不接，短信也不回。预感到不妙的亲属们呢，在2月14日报了警。警察破门而入，看到了床上用塑料薄膜包裹的假人，随后呢，在床底发现了那具被包裹75层的遗体早就已经面目全非了。后来还是经过了 DNA 检测，才确认了这个就是谢天琴本人。警方迅速地锁定了吴谢宇，开始全国通缉吴谢宇。而此时呢，他已经开始了荒唐的逃亡生活。骗来的那144万元呢，成为了他纵欲的资本。他辗转上海、深圳、河南等地挥霍无度，近60万元砸进了彩票，血本无归；20多万元花在了一名性工作者身上，还曾经拿出了几十万元当做彩礼向对方求婚。后来呢，因为双方经常吵架，双方最终分手了。他还频繁的嫖娼，拍摄色情的视频，仅仅7个月时间，100万巨款就挥霍一空。钱被花光了以后，他在重庆停下了这个逃亡的脚步。他办了30多张假身份证化名周龙、小龙等等等等。白天呢，他在教育机构里当老师，晚上在观音桥的夜场里面当男模。他隐藏了自己北大的学历，自称是清华毕业。在乌烟瘴气的夜场里，他因为能够讲英语、懂哲学、经济学而鹤立鸡群，深受一些富婆顾客的青睐。他的同事回忆他总是一张笑脸，酒量很好，爱唱粤语歌。朋友圈里呢转发的全部都是新闻和古文，根本就不像混夜场的人。他就是做男模的，就有女客人选他呢，就有钱拿；没女客人选他，他就坐那玩一晚上手机。白天做，本身就教学生，做教师的，晚上还过来做这个东西。他小心翼翼地活着，不坐公交车和高铁，尽量打车，从不与人发生冲突。直到2019年4月21日，他在重庆江北机场去送一位女性的朋友的时候呢，被警方的天眼系统给捕捉到了。人脸识别的对比度相似度超过98%，警察迅速地赶到现场逮捕了他。逮捕他的时候呢，他的身上还有30多张假身份证。从弑母到落网，他逃亡了整整1380天。落网之后呢，吴谢宇对于杀害母亲供认不讳，但是对动机等核心问题避而不谈。他在看守所写下了数万字手写信，将自己的行为归咎于幻想和偏执，坚称是为母亲解脱。
在作案之前呢，他的确在网络上发布了一些爱母亲的帖子，比如如果拿自己的20斤肉换母亲10年长寿的话，你愿意吗？除此之外呢，还发了其他的一些有关母亲的帖子。这样看的话呢，他好像真的很爱自己的母亲。在父亲去世之后呢，考第1名让母亲高兴就成为了他生命的意义。但是呢，在庭审的现场却呈现了一个诡异的一幕他提到父亲的时候，他泪流满面痛哭失声。他死之前，我期中考才考了第2名的，他死之后，我期中考考了第1名，没用了，我都是第1名，没用了。提到母亲时，他只是机械的重复，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最好的妻子、最好的女人，语气比较冷淡，毫无波澜。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比我妈更好的女人，也没有比我妈更好的妻子，也没有比我妈更好的妈妈。从这里看呢，他好像又更爱自己的父亲一些。2021年的8月份，一审他被判处了死刑，他面无表情表示罪有应得。但是几天之后呢，他就提起了上诉，理由是自己作案的时候有精神障碍，为了活命，他通过律师向舅舅外婆转交了自己写的信甚至呢提出要将名下2套房产全部奉上，只求拿钱换命，让自己有一线生机。亲属的态度呢也形成了对立的两派。母亲这边，谢天琴的娘家，舅舅外婆这一方呢坚决不予谅解。舅舅对媒体说这根本不是钱的问题，杀人偿命，哪怕是自己的亲外甥。父亲吴志坚这边的吴家亲属却联名签署了谅解书，倾家荡产也想保下这根3代单传的独苗。他们甚至请心理专家做评估，写信请求判他无期，让他在监狱里教书改造，回报社会。2审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维持死刑的判决。法院认为他作案前精心的预谋，作案手段残忍，事后呢诈骗亲友逍遥法外，主观恶意极深，毫无悔罪的诚意。他不是知道错了，而是知道自己要死了。2024年的1月31日，死刑执行。他拒绝与家人见最后一面，却穿上了舅舅托人送来的一双崭新的球鞋。这双鞋是他母亲谢天琴在2015年6月底买的，花了1000多块钱，放在外婆家里。仅仅10天之后呢，谢天琴就死在了亲生儿子的手下。鞋还没有送出，母亲就已经不在人间了。吴谢宇穿着这双鞋走完了人生当中的最后一程。吴谢宇是在母亲精心打造的完美模具里成长出来的产品他的一切价值都建立在让母亲开心的基础上，考分呢就成为了考量一切的标准。当外部世界的复杂性击碎了这一套单一的评价体系，当他无法再扮演那个完美的儿子的时候，整个内心的世界彻底崩塌。他杀害自己的母亲，就相当于毁掉了那个为母亲而活的虚假的自我。然而弑母之后呢，他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和新生，而是迅速地滑向了欲望的深渊，从极端的压抑到极端的放纵。他的人性的2个极端都充满了毁灭性。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制造精致的答题机器，而是培养情感健全、人格独立、能承担责任、明辨是非的健全的人。吴谢宇的智商足以让他踏入最高的学府，但是他的情感与人格却始终被困在母子共生的牢笼里，从未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成年人。在当下现实当中呢，也存在很多小镇的做题家，一方面是完美的学霸，另一方面是封闭自我、性格孤僻的可怜孩子。所以呢，我们在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的同时，更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心理健康，以免孩子成为下一个吴谢宇。好了，今天的案件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这里是海岩说案，我们下期再见。